缘分看似简单，实则深不可测。古老的经典《金刚经》曾提到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它告诫我们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人和人之间的相遇也同样不无道理。正缘与孽缘似乎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悄然存在，正缘如春风般轻拂，带来温暖与平和，而孽缘则像荆棘丛生，令人无法逃脱。古人云，前世500次的回眸，才换来今生一次的擦肩而过。这句话揭示了缘分的神秘与深远，似乎每一次的相遇都并非偶然，背后隐藏着久远的因缘。那么如何辨别这些缘分呢？它们是来自正缘的和谐与平静，还是暗藏在深处的孽缘的扰动与不安？在一个宁静的夏日午后，阳光透过古寺的檐角洒在青石板上，古老的寺庙中悠长的钟声时隐时现。慧明师父坐在银杏树下，安静地思索着，眼前的弟子明心却难掩心中的困惑。明心今年28岁，眉目清秀，然眼中却透露着一股忧虑。他双手合十，向师父行礼后，声音低沉却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。师父，弟子最近遇到了一位奇特的人，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仿佛与他有着前世的某种牵绊。然而每次与他相见时，我总是心跳加速，口干舌燥，甚至晚上无法入眠。慧明师父微微闭目，沉思片刻后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如同一池清水，透彻而深邃。你遇到的或许是一段前世的缘分。师父的声音沉稳，带着一种平和的力量。缘分有正也有孽，正缘如清风，令人心旷神怡；孽缘如毒药，令人痛苦不堪。明心急切地追问道：师父，如何分辨这到底是正缘还是孽缘呢？慧明师父微微一笑，拿起一壶茶，为明心倒上一杯清茶。你先喝口茶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明心接过茶杯，轻轻踹饮，茶水微苦之后透出一股甘甜，令他感到一丝宁静。明心，你可曾听说过身体是最诚实的知己这句话？慧明师父问道，目光随意地落在远处的山峦上。明心点点头，表示听过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着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。慧明师父继续说道，当孽缘来临时，身体通常会发出警告，你所说的心跳加速、口干舌燥，正是其中的一种反应，但这并非唯一的表现。例如呢？明心好奇地追问。慧明师父低头捡起一片银杏叶，轻轻抚摸着它的纹理，语气依然平和。有些人在接触某些人时，突然会感到胸闷气短，明明没有任何身体问题，却在某个人面前感到呼吸困难。有些人会在与某些人接触时，皮肤起疙瘩，甚至突然感到恶心。还有一些人会在特定的情境下，感到头晕目眩，思维混乱，甚至做出一些平时不会做的事情。明心沉思片刻，回忆起自己最近的一些异常反应，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思索的神情。慧明师父继续说道，这些身体上的异常往往是孽缘来临时的信号。此外，心理上的变化也很关键。如果你在一段关系中常常感到疲惫不堪，情绪低落，甚至对生活失去兴趣，那么这也可能是孽缘的表现。明心的内心猛然一震，他想起了自己几个月前的状况。那时他充满活力，对未来充满期待，而现在却常常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与疲惫，仿佛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那么正缘又是怎样的呢？明心忍不住继续问道。慧明师父微微一笑，温和地回答，正缘如同春风化雨，滋润万物而不留痕迹。与正缘相处时，你会感到一种平静和舒适，仿佛回到了家里一样。即使有些小的矛盾，也能心平气和地解决，而不是陷入无尽的争执。明心陷入了深思，他回想起自己与那个人相处的点滴，心中似乎始终没有过真正的平静。
每一次的相遇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情绪波动。师父，我明白了，那么如果已经遇到了孽缘，该如何化解呢？明心心中充满了疑问。慧明师父抬起头，看了看空中的云朵，然后低头拾起一颗小石子，轻轻抛向不远处的池塘，水面泛起阵阵涟漪，渐渐恢复平静。首先要认清这段缘分的本质。慧明师父平静地说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孽缘的出现往往是前世未了的恩怨，只有当你认清这一点，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。话音刚落，寺庙的钟声响起，悠扬而清晰，打破了这段沉默。慧明师父起身，轻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目光投向远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去听讲经了。关于缘分的分辨，还有更深的道理，待我们慢慢探讨。明心跟随着师父走向大殿，心中却仍然沉浸在刚才的对话中，思绪纷乱。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，连忙追问，师父，您说过身体会给我们预警，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最明显最不容忽视的信号，一种可以毫不怀疑地告诉我们这是孽缘的信号？慧明师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目光如炬，深邃而睿智。有，最明显的信号就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声音。当你独自一人，在寂静的夜晚，闭上眼睛，听着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时，它会告诉你答案。它的语气突然变得更加严肃，而最危险的孽缘正是让你忽视这个声音。即便你的内心在抗议，你依然会执迷不悟。这样的孽缘除了会消耗你当下的福报，更会影响你未来的修行道路。明心听后，内心掀起了波澜，他默默跟随师父步入大殿，心中依旧无法平静，思索着师父的教诲。大殿内香火缭绕，寺庙的气氛肃穆而安宁，众多弟子已经在莲花座上坐好，准备聆听讲经。明心跟随慧明师父走入大殿，坐在角落里，眼前依然浮现出刚才的对话。师父那番话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他心中的迷茫，让他不禁开始反思自己与那个人之间的种种。佛光透过大殿的窗户洒落在地板上，斑驳的光影交错着，恍若梦幻。慧明师父缓缓坐在讲经台前，闭上眼睛，静静地调整呼吸，仿佛进入了冥想的状态。片刻后，他睁开眼睛，目光穿透一切，看向在场的弟子们，声音低沉而庄重。佛说，一切法无常，一切法无我。世间的缘分如梦幻泡影，难以捉摸，难以掌控。无论我们如何追寻挣扎，最终都难以把握，因为这一切的遭遇皆是因缘所致。明心的心思又回到了那个让他心神不宁的人身上。每一次见到他，明心都无法抑制内心的波动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操控着自己。然而随着慧明师父的讲解，明心开始意识到，这种感觉并非纯粹的喜悦，而是潜藏着某种深深的困扰。虽然他并不完全明了这一切的缘由，但内心深处的警觉似乎提醒着他要更加小心自己的情感和选择。慧明师父看着明心，似乎察觉到他的心思，微微一笑，问道：明心，师父刚才说过，孽缘让人内心不安，那么正缘又该如何显现呢？明心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准备迎接下一场心灵的启蒙。正缘，慧明师父继续说道，就像一阵轻柔的春风拂过湖面，留下的只是宁静的涟漪。你与正缘相处时，内心会感到无比的平和与舒适，仿佛与这段缘分早已相识。与正缘的关系中，不需要太多的言语，却能心意相通，即便发生矛盾，也能平和解决，不会陷入无尽的纷争。明心静静地听着，内心逐渐平静下来，回想起自己与那个人的点滴，每一次见面，每一次交谈，虽然外表看似温和，但却充满了某种不安的力量。那个人的每一个眼神，似乎都能轻易地拨动明心心弦，
让他失去平衡。尽管他努力去理解自己内心的感受，但却总是找不到真正的平静。正缘给人带来的是宁静与舒适，而孽缘则像是一种无形的压迫感。慧明师傅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深沉的智慧。你与孽缘相处时，会不断感到心神不宁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操控着，无法自拔。它让你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，视线模糊，内心无法安宁。你不知道自己为何而困扰，也找不到解脱的方法。这些话再次在明心的心头回响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和那个人的关系正是处于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。每一次见面后，他总是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压迫感，仿佛在走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。尽管内心的声音提醒他要小心，但他却始终无法做出清晰的判断。师父，您曾说孽缘让人无法自拔，那么如何才能脱离这种困扰？明心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，显然他已经迫切想要寻找出路。慧明师父静静地看着他，片刻后，他起身走到池塘边，拾起一颗小石子，轻轻地抛入水中。水面泛起层层涟漪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师父缓缓转身，走回讲经台前，深深地看着明心。明心，首先要做的是认清这段缘分的本质，无论正缘还是孽缘，都是因缘而生。当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，才能以正确的心态面对，而不是逃避或盲目的追求。明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脑海中涌现出一连串的思绪。他知道慧明师傅的话充满了智慧，正是要他从内心去觉察，去领悟真正的缘分。无论这段缘分是来自前世的恩怨，还是今生的相遇，最终他都必须学会放下与释怀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孽缘的困扰中走出，去迎接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清明。寺院的钟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声音显得格外悠长与清澈，仿佛在呼唤着明心的内心。在这宁静的氛围中，明心不禁闭上了眼睛，静静聆听着钟声带来的平和。他忽然意识到，真正的觉悟并非来自外界的干扰，而是来自内心的清明与宁静。此时，慧明师傅的声音再度传入耳中。有时候，身处孽缘之中，我们会迷失在外界的纷扰中，无法听见内心的声音。而当我们静下心来，远离外界的诱惑，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时，才能发现缘分的真相。最深沉的声音往往来自我们内心的深处，它清晰而坚定，只要我们愿意去倾听，就能听到它。明心终于明白了，所有的困扰与迷茫最终都源自内心的纷乱。只有当他能够放下执念，真正清晰地听见内心的声音，才能识破这些迷雾，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平静。随着慧明师傅的讲解，明心的内心逐渐趋于平静。他开始意识到，无论过去的缘分如何，现在的他已经具备了辨别正缘与孽缘的能力，而这份觉悟将伴随他走向更深的修行道路，让他从纷乱中解脱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智慧。慧明师傅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充满慈悲与智慧。真正的缘分并不会让你迷失于痛苦与困惑之中，它是一种温柔的力量，带给你安宁与清晰。孽缘则是让你在痛苦与不安中彷徨，直到你明白该放下，才能真正走出困境。明心的内心突然一震，他终于明白，真正的修行是要通过内心的觉察与清明，去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缘分，去接纳那些带给自己平和的关系。这一刻，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，仿佛在迷雾中找到了清晰的道路。随着讲经结束，明心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双手合十，向师父深深行礼，心中满怀感激与敬重。他知道，今天的教诲将成为他修行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他将更加清晰地感知每一次的相遇与缘分，带着平静与智慧去迎接属于自己的命运。师父站在大殿的中央，看着明心，
目光中透出一丝欣慰。明心，记住，缘分无常，修行有道。你所遇到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，而你能做的就是清晰的辨别，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明心微微点头，心中充满了感悟与决心。他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他已经找到了通向心灵清明的方向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